阿斯皮纳尔解释安卡拉耶夫为什么能够击败佩雷拉。在 UFC 313结束后，汤姆·阿斯皮纳尔对安卡拉耶夫对阵佩雷拉的比赛进行了分析。汤姆对达吉斯坦人的战术印象深刻，称赞了他的比赛智慧。这是安卡拉耶夫的一个非常好的比赛计划。他所做的，即使他没有成功抱摔，他也在利用摔跤技术，仅仅通过站立时的纠缠，耗尽佩雷拉的体力，从身体和心理上压倒他。他只是紧紧抓住他。我相信佩雷拉是一个很棒的摔跤手，但据我所知，他是在30多岁才开始练习摔跤的。如果你在30多岁或20多岁末期才开始练习摔跤，而你面对的是像安卡拉耶夫这样一生都在练习摔跤的选手，你永远无法达到像他那样长期练习的体能水平。这就是安卡拉耶夫现在试图做的事情。他试图耗尽佩雷拉的体力，而且这招奏效了。看看佩雷拉看起来多么僵硬，他开始怀疑自己。安卡拉耶夫在 UFC 313获胜后，低调地向支持佩雷拉的选手们炫耀。在 UFC 313的赛前，佩雷拉被大多数 UFC 选手和专家看好为获胜者。如今，安卡拉耶夫凭借这场胜利，向那些预测他会输掉比赛的知名人士展示了他的成绩单，其中包括伊斯瑞尔·阿迪萨亚、卡马鲁·乌斯曼、亚历山大·沃尔卡诺夫斯基、麦克斯·霍洛威、罗伯特·惠特克、迈克尔·比斯平和亨利·塞胡多。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特别提到了这些人。安卡拉耶夫写道：“抱歉，伙计们，我让你们失望了。”还配上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马哈切夫的教练盖奇列为下一个对手。马哈切夫的教练门德斯认为，盖奇将是马哈切夫卫冕战的完美风格匹配对象。当被记者问及门德斯对这场盖奇和斐济耶夫比赛的看法时，门德斯回答说：“太棒了，那就选贾斯汀·盖奇。我们会专注于贾斯汀·盖奇，根据他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成就，这对我们来说是理想的完美对象。他是一位知名且身材高大的选手，而马哈切夫从未与他对战过。”因此，这非常完美。盖奇曾获得过临时冠军和 BMF 冠军，但在2020年对阵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和2022年对阵查尔斯·奥利维拉的比赛中，2次冲击无争议冠军头衔均以失败告终。贾马哈尔·希尔在佩雷拉丢冠后向其致敬。尽管希尔和佩雷拉在公众面前的关系仍然紧张，但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尊重。希尔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这一点。在最近的一条社交媒体评论中，希尔对佩雷拉和他的儿子们在 UFC 313后离开八角笼的视频做出了回应。佩雷拉为他的孩子们树立的榜样比他赢得的任何冠军或比赛都更重要，值得尊重。尽管希尔在 UFC 313之前预测佩雷拉会输，并选择了安卡拉耶夫来击败他的前对手，但希尔仍然能够承认佩雷拉在八角笼之外的影响力。希尔有机会通过在 UFC 堪萨斯城击败哈里尔·朗特里来争取与佩雷拉的重赛。这是希尔自1月份在 UFC 311输给吉里普罗哈兹卡后，将首次重返赛场。怪鸟说安卡拉耶夫是真正的骗子。尽管怪鸟的校正态度友好，但安卡拉耶夫的回应并不友善。安卡拉耶夫称普罗哈兹卡为骗子，并质疑这位前冠军获得冠军挑战权的资格。在采访中，怪鸟对安卡拉耶夫在社交媒体上的挑衅毫不留情。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可以对安卡拉耶夫说的一件事是，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很清楚，唯一是骗子的人就是他。因为当我上次在拉斯维加斯的 PI 遇到他时，他表现得非常友好、热情。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一切都很好。而现在，他成了超级巨星，一个大恶棍，玩起了这些把戏。他被炒作得很厉害。我理解，他赢得了冠军，但那是因为亚历克斯·佩雷拉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表现。这里唯一的骗子是马戈梅德·安卡拉耶夫，最差的选手。每次我比赛时，我都全力以赴，努力终结对手，毫无保留，而他却不是这样。当他比赛时，很多时候在第2或第3回合需要高水平表现的时候，他却试图逃避。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里唯一的骗子是马戈梅德·安卡拉耶夫。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击败安卡拉耶夫。鲁菲称 UFC 313的动作灵感来自足球明星内马尔。在最近一次参加赫尔瓦尼秀时，鲁菲解释了内马尔如何在他的 UFC 313击倒中发挥了作用。当时有一个假动作，这个假动作是额外的加分项。我喜欢说内马尔帮了我一把，那是内马尔假动作，他帮我解决了那个人，因为正是他的假动作。我其实不太看足球，但我喜欢看他的动作，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技巧的球员。在比赛中，我看到自己是一个有技巧的人，一个必须展示技巧的人。我运用了很多技巧，
而我看到内马尔经常做的就是一个假动作，一个过人，一个复合动作。我想做同样的事情，一个假动作之上再加一个假动作。我用直拳威胁他，然后用勾拳跟进，最后用踢击收尾。假动作之上再加假动作，这就是内马尔，这就是我为什么称之为内马尔假动作。前 UFC 冠军批评佩雷拉在 UFC 313的懒惰表现。UFC 名人堂成员比斯平在观看了佩雷拉在 UFC 313的表现后，质疑他的斗志和欲望。比斯平称佩雷拉的表现是懒惰的，并表示这位前冠军在面对安卡拉耶夫的压迫时无法发起有效进攻。尽管佩雷拉在赛后的采访中最初质疑安卡拉耶夫的缠斗战术，但他并没有为这场失利找任何借口。前 UFC 冠军阿尔加梅因斯特林对佩雷拉的表现有不同的看法。他质疑这位轻重量级选手频繁的比赛安排和短暂的恢复时间。丹尼尔·科米尔在比赛前也对佩雷拉在赛前几周繁忙的行程表示担忧。佩雷拉在 UFC 313的惊人失利引发了关于比赛失利原因的诸多猜测，但在这位巨星经历了历史性的崛起之后，现在就低估这位前冠军还为时过早。罗曼多利则解释放弃职业足球生涯，28岁转投 MMA 的经历。尽管多利泽在中量级排名第11位，但他仍然是一名 MMA 新手，直到28岁才开始训练。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一名守门员。我喜欢我当时的处境，我非常喜欢足球，但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水平。当时我在看 Pride 的比赛，还不知道 Pride 已经不存在了，我还以为人们还在那里比赛，这对我来说是新鲜而有趣的。我发现费多·艾米连科练习过战斗桑博，我在大学附近找到了一家练习战斗桑博的健身房。当我开始训练时，我发现这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 Pride， 我不喜欢。幸运的是，我在健身房结识了一位练习柔术的朋友，这促使他开始练习柔术。几个月后，我就在柔术比赛中赢得了几个冠军，逐渐崭露头角。几年后，一个名为 WAF 的新 MMA 赛事来到乌克兰，正在寻找当地的潜力选手参赛。当有人问我是否想参加比赛时，我会说不，这些家伙互相打脸。我不想要那种生活，但他们提供了一份很吸引我的合同，我同意了这份合同。当时我28岁，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鲍比·格林在惨败后发声，一切都没有结束。格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职业生涯共进行了51场 MMA 比赛，其中27场在 UFC 进行。他在2024年7月被帕迪皮姆·布勒特在第1回合降服后，希望在本次比赛中重回胜利之路。不幸的是，这位38岁的老将这次输得更快。这就是我们参与的运动，有胜利也有失败，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向鲁菲致敬，你做得很好，兄弟，我希望你在未来取得成功。谢谢。还有，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陪伴我度过这一切的人，我爱你们每一个人，非常感谢你们在这一切中支持我。但我们还没有结束，我只需要更多时间来重新适应在八角笼中的感觉，我们会回来的。我向你们保证。Yo, bro, I want to ask you to sign this, bro. You sign this, bro? We're just gonna do one, brother. You sign, bro? Yeah, it's just that, bro. It's just that. Why that one? That's what Why he that, got. bro? What? It's a defining moment, bro. No, not this one. I'm from Oregon, bro. It's a defining moment. It's just pictures, bro. No, It's just pictures, bro. No, not those It's just ones. pictures, bro. Not those ones. All right. No, not that. All right, bro. All right, it's all good. It's all good. Umar beat you, bro. Umar beat you next time, bro.